唔知由幾時開始，香港到處都可以見到太空遊嘅 banner 同埋佢嘅宣傳海報，就連上個禮拜我去打鼓定行山都見到。特別係太空遊毒品，共99人係被捕咗，年紀最細嘅只有13歲。呢個係13歲少女喺輕鐵入面吸食太空油嘅新聞，而呢一個係今個月警方喺旺角搗破太空油製毒工場嘅新聞。2024年係總共有174人係被情報係吸食呢啲太空油毒品嘅。我見過個 friend 食咯，佢問佢個 friend 話：我知太空油係邊？其中139人呢，仲係21歲以下嘅青少年。我有個 friend 佢係唔小心食咗，然後後尾佢上咗癮。如果唔食就會即刻冇晒血色就死咁樣，成日喺度講震晒。今集終極 Ultra 大家物除咗會同大家探討呢個捲襲香港 Gen Z 嘅太空遊之外咧，仲會同大家探討下呢個存在咗喺人類歷史度幾千年嘅嘢——毒品。香煙、酒精、大麻、冰毒呢啲全部都係香港禁毒處列出嘅毒品，而呢一個係一支電子煙，吸嘅係煙彈入面嘅精油。但其實你係咪真係清楚煙彈入面嘅成分？其實咧太空遊咧就個情況比較複雜，我哋都知道而家目前佢哋嘅吸食嘅方法就係將佢擺咗喺一個電子煙儀器裏邊。當我問起醫生應該點樣去分辨普通嘅電子煙同埋太空遊嘅時候呢，咁醫生咧就話咗俾我聽，其實電子煙都有分唔同嘅種類嘅，例如咧佢就會有一種叫做開放式系統同埋封閉式系統咁樣兩種結構嘅電子煙嘅。咁首先開放性系統咧，同佢個名一樣啦，就係佢可以喺儲存煙油入面嘅煙彈入面咧，隨時去打開入口，然後可以入啲煙油落去嘅。但係咧呢個封閉式系統咧就唔可以嘅。咁通常就係逐個煙彈咁樣去買，即係代表你唔可以自己加任何嘅物料喺入面嘅。咁而我哋接觸嘅個案裏邊咧，除咗係有太空油本身有嘅成分之外咧，佢亦都有好多咧都會混雜埋其他毒品，例如係大麻、氯胺酮啊，或者係冰啊等等。咁當呢一個組合嘅毒品一齊用嘅時候咧，嗰個情況咧係更加難去估計嘅。咁換句話說，會唔會開放式系統比較危險呢？開放式系統你可以自己落唔同嘅成分入去，固然係危險啦。咁但係其實你封閉式嘅話，有啲不法商人由一開頭已經將太空人嘅主要成分依托米子去加入去嘅話，其實都冇咩分別嘅。即係其實兩樣嘢都比較難去分辨究竟入面存唔存在太空油嘅。即係可能裏邊有啲毒品咧，佢係個成癮性較高，咁有啲可能就冇咁高咁樣。唔好話係醫生啦，甚至乎連嗰個用者咧，佢其實佢都未必知。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嗰個危險性就好高啦，好似一個我哋叫毒品盲盒咁樣。我哋都唔知道裏邊究竟有啲乜嘢。2024年至2025年2月為止，涉及太空遊個案嘅被捕人數就有374人，而當中21歲以下嘅青少年就有79個，係當中嘅21%。而呢一啲都只係被拘捕嘅人數，實際上喺整個社會入面吸食太空遊嘅青少年，絕大部分都係隱藏喺我哋之中。其實藥品嘅危險性同埋成癮性，大家都絕對唔會冇聽過嘅。但點解吸毒嘅人從來冇少過，反而係有上升嘅趨勢呢？就好似最近嘅太空遊啦，越嚟越多年青人咧會去選擇去吸食佢。我想大家注意嘅係，呢一條片並唔係另外一條政府嘅宣傳片，叫你咩唔好剔嘢剔嘢衰眼嘅咁簡單嘅一條片，而係我想從根本性去了解究竟呢啲藥物成癮嘅人，佢背後吸毒嘅原因究竟係乜嘢？你哋有冇聽過太空遊啊？有少少有太空遊毒品咯，咩毒品？新興嘅毒品咯。我有個 friend 佢係唔小心食咗，然後後尾佢上咗癮。因為嗰時候太空人未被列為毒品嘅時候。我見過個 friend 食咯，喺學校喺廁所度。佢有一次係喺學校嗰度食咯，跟住之後佢哋係食完之後咁樣震嚟震去咯。如果唔食就會即刻冇晒血色就係死咁樣，最震咯，會成日喺度講震晒。咁點解一個人用咗毒品之後會上癮咧？係同嗰個行為獎勵機制有啲關係嘅。當佢用咗毒品之後，有機會增加咗呢啲神經分泌物叫多巴胺嘅水平啦，令到一個人產生到一啲好嘅感覺。咁佢就會記住用咗毒品就會有一啲咁好嘅感覺啦。咁可能係佢自己記得，或者係佢個身體記得呢個感覺啦，而令到佢促使到佢會好想再去用啲毒品去攞翻種感覺翻嚟。唔好講毒品啦，即使譬如我哋講話有一啲行為嘅成癮啦，例如係賭博咁樣。咁佢賭博佢賭錢贏咗一場之後，
咁佢會有一啲獎勵啦。咁嗰個獎勵即係對佢心理上都會或者大腦咧都會產生一啲影響嘅。咁其中一個機制就係一個多巴胺嘅一個獎勵機制啦。原因我唔知喎，呢個真係。覺得有趣，跟住就想試下，之後上就戒唔到。咪可能佢個 friend 送咯，即係好似你食咁，我就試下咁就大家都一齊食。即係有啲高中嗰啲就推薦咗俾佢，就話你壓力大試下咯。我覺得最大嘅因素係來自一啲成長嘅挑戰。你記唔記得你當你細個踏入青春期嘅時候，自己嘅轉變係啲乜嘢啦？無論係朋友，佢哋對於屋企人，甚至乎佢哋對於自己，佢哋自己點樣睇自己，佢哋要揾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形象裏邊嘅時候，佢哋要透過唔同嘅人去話俾佢聽。咁你哋覺得返學嘅壓力係來自於邊度？功課壓力，讀書。因為本身成績差，冇咩壓力。 friend 嗰啲小圈子，驚俾我講你壞話咁樣，係嗰啲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俾人背叛，俾兩個即係三人友誼，俾兩個最 best 嘅 friend 背叛。因為同齡都好勁咯，即係因為如果玩運動嘅話，都會有壓力。佢係真係因為人際壓力關係啊，定學業壓力嗰啲？人際，佢即係俾人排擠或者係係咯，俾人排擠有。而家呢一代啦，即係我形容叫做 Gen Alpha 或者 Gen Z 嘅時候，佢哋點樣成長咧？佢哋其實可能係對住部電話成長，即係佢哋可能生活裏邊24小時，除咗返學以外，佢哋好多時對手機，佢哋同朋友去互相連結都係靠手機。即係由細個我都攞住部手機，到我去青春期，原來我發現我咁想同啲 friend 即係一齊出去玩嘅喎，我咁想喺嗰個 social media 裏邊去建立自己嘅時候，咁中間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焦慮出現。例如我 po 個 post，如果我冇人 like，我會唔開心啊，係咪冇人留意我咧？係咪冇人睇咧？我揾呢個 friend，呢個 friend 唔秒回我嘅時候，我唔係佢嘅 friend 咧，佢當我係啲咩咧？有好多呢啲嘅迷思或者一啲混亂會出嚟嘅。久而久之，呢啲其實成為一種佢哋可能喺底層裏邊，佢哋好焦慮自己不被認同嘅感覺，有好多緊張，有好多擔心或者驚喺度嘅。咁然而，如果呢個時候佢哋遇上毒品，即係遇上太空油毒品呢啲嘢啊，其實可以某程度上讓佢哋去釋放呢啲驚。例如我靠一支太空油毒品，我同另外一個 friend 佢哋都有食嘅，我哋咪做到 friend 咯，我咪有 friend 咯，係啦，我就唔使去再以其他嘅方式要再去認識一啲人。但係保安局咧已經喺舊年11月5號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出修訂建議，係將伊托米茲咧係列為危險藥物。即係話毒品。當我問到社工認為政府立法嘅效用有幾大嘅時候，佢認為立法禁止吸食太空油其實已經杜絕咗絕大部分因為好奇心而吸食嘅好奇寶寶。我覺得如果以立法嚟講咧，就必然係有用嘅。佢可以喺某個層面上面，你禁止咗一班即係我哋所謂嘅係唔係成癮性嘅用家佢哋用啦。即係我哋有時係對於做一啲我哋都有啲分層嘅介入嘅。有啲咧係真係可能係節日性先會用，有啲係好偶爾嘅，有啲咧就真係可能成癮嘅。其實喺立法方面咧，佢一定係可以杜絕咗一班可能好奇寶寶。事實係點？其實我哋暫且觀望啦。但至少喺嗰日嘅街訪入面，當我問佢哋，咁如果有 friend 請你食嘅話，你會唔會想試啊？會有好奇心，但係唔會想食，唔會。因為我唔想好似成個人震咁樣。我哋都係毒品嚟㗎嘛，唔想食嘢咯。但係總有一班人就係一班朋友仔，佢哋自己有唔同嘅經歷或者唔同嘅經驗，佢哋用毒品嘅時候，可能去治療佢哋某一啲嘅需要。呢班嘅朋友仔咧，佢未必會因為立法而真係會停用咯。當時我聽到社工佢話有一班人咧會係對毒品有特別需要嘅時候咧，其實老實講我係一啲頭緒都冇，唔係好理解佢背後嘅意思。但當我聽到醫生嘅分享之後，我就即刻明白晒。我都有另一個個案啦，咁就係一個年輕人啦咁樣，佢係吸食大麻嘅。
咁佢點解一路都戒唔到，一路都吸食大麻呢？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有一次呢，佢就有一個創傷嘅經歷。咁個創傷經歷呢，就係佢有一個好好嘅朋友啦。當時佢哋喺個視像嗰度去傾緊偈嘅，但係突然間呢，佢嗰個好朋友呢，就個情緒好差，咁然後就喺嗰個視像嗰個畫面裏邊呢，喺佢面前就自殺，就吊頸咁樣，係啦。咁佢當時係目睹呢個情景發生啦，真實嘅時間。不過佢嗰刻就好驚啦，咁跟住佢就打電話去外國，咁就去揾嗰個宿舍，咁希望有人救佢。但係一切都嚟得太遲，好不幸地佢個好朋友就離世咗。咁呢個咁嘅畫面就時時刻刻喺佢個腦海裏邊不停咁出現。咁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創傷嘅經歷嚟。而因為咁樣咧，佢就即係個人係好情緒低落啊，或者佢成日都提唔起勁啊，咩都唔想做啊，佢都話佢自己都會放棄自己啦咁樣，個情緒好大，好多脾氣啊咁樣。咁以我所知，佢就係用大麻嚟到去麻醉自己。香港青年協會輔導服務喺上年嘅年尾公布咗青年精神健康狀況嘅調查結果，喺6073名受訪中學生入面，有40%半嘅壓力指數屬偏高嘅水平。數據亦顯示中學生普遍存在抑鬱嘅情緒。喺學校方面，青年對同學嘅聯繫感會比較強，視佢哋為傾訴嘅對象；對老師同埋社工嘅聯繫感則比較低。網絡方面，大部分嘅青少年認為會喺社交媒體度揾到共鳴。喺家庭方面，青年普遍感受到家人嘅關心，但係遇到問題嘅時候都唔會想同父母討論。咁你覺得大人可以為你哋做啲咩啊？俾多啲教我哋科，支持咯，多啲支持 ，no matter what。人際關係就揾社工咯，係揾社工，傾多啲偈咯，等於聆聽者咯。我覺得好多時候佢哋都冇話特別幫到，因為唔知咯，可能 generation gap， 跟住就有時候你真係好似爹哋媽咪咁，你要好信得過或者好 friend， 跟住你先好放心咁同佢講。雖然有時候講咗，但係佢俾翻你嘅意義都係嗰啲嘢咯，都係冇乜用嘅，所以可能都係同 friend 會熟啲。因為我哋係輔導中心啊嘛，咁所以我哋好大部分嘅時間都會做一個個人輔導，最主要係幫即係或者陪個個案去探索翻其實呢個藥物或者呢個毒品對於佢嚟講係有啲乜嘢嘅意義啦。因為佢唔了解到，佢根本唔會知道藥物對佢本身有啲咩作用，而當我哋要拎走或者佢要拎走呢種毒品喺佢身上面嘅時候，佢要 feel 翻啲乜嘢，令到佢個人先完整。未必係缺少，或者佢哋揾緊咯。即係我相信佢哋係揾緊一啲嘢去幫緊自己，係啦。咁正正佢可能遇上嘅只係太空油，佢可以係酒精，佢可以係其他嘅成癮，係啦。咁啊碰巧就太空油個功能就係可以 fulfill 到佢哋碰巧呢個需要。咁如果你哋有負面情緒嘅話，你通常點樣去解決？同人傾偈，瞓覺，打波。可能都係做運動。有因為做運動嘅時候，其實都唔會諗其他嘢。多巴胺。你知唔知點解人唔知。就因為多巴胺。哦。你吸毒會產生嘅嗰個愉悅感咧，同你做運動嗰個愉悅感咧係好相似，即係啲人唔同嘅，我哋唔同啊！我哋健康啲，係我哋健康啲。每個人喺人生唔同嘅階段都總會有唔同嘅壓力，壓力導致有千千萬萬個需要麻醉自己嘅理由。學生嘅學業壓力，青少年嘅各種焦慮，出到社會又會有金錢嘅壓力、人際關係嘅壓力等等。你可能會選擇食煙，佢可能會選擇飲酒。咁身為青少年嘅佢哋呢，毒品造成嘅身體危害，你同我又點會唔知啊？真正了解用藥者背後用藥嘅原因，先可以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真正幫助到佢哋。最後都要提醒大家，一齊企硬唔剔嘢。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